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打开此视频，你的交易从此一定会有所改变。那么前提一定是你把我的方法论听明白、听得懂，然后根据我的方法论去控制风险，应对资本市场。那出差回来了啊，好长时间没有好好录一期分析一期行情。那这一节今天我们就好好看一下比特币最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们具体在面对这个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交易过程当中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去应对啊。然后今天有一件好玩的事儿，晚上我去一个亲戚我哥哥家吃饭，完了被他的儿子教育了啊。他儿子今年13岁，小学生，真的是小学生啊，然后马上就要上初中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呢？因为他们有一场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应不应该撒谎，就是坚决不能撒谎，这是正方的这个观点。完了，反方的观点是什么？善意的谎言也是可以的。然后因为这一句辩论，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智商的交锋，情商的对决，也就是今天晚上我讲这个交易的这个主题啊。那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比特币目前的状态。还是跟之前一样，上一期我记得好像是在这儿三角震荡过后可能突破上沿再往上走一下，但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啊，是往上走了没多少，然后就迅速拐头掉下来，直接破位下沿，完了往下穿针，然后又干嘛？又反弹到这个位置，还在这一线纠结啊，也就是67000点。之前也是反复在强调这个点，67000这一线也挺重要的。但目前这一状况整体来看，有可能是 WXY 结束，或者是还没有结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密切关注几个点，一个是长期上升通道，这个讲的时间最长啊。长期上升通道的上沿，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上沿的高点已经到了64600附近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体 WXY 这个可能会走出来一个旗形的好，这个上沿的位置目前是在71000这一线，还有这一线。然后如果这个位置破位了，也就是6万整数关口要破位了，直接就看到下方啊，下方目前走到了53000附近啊，之前是52500，所以这几个点位看清楚了，你的交易策略实际上是非常好应对的啊。比如说像这个位置，你完全可以开多，然后短止损在这儿，相对短止损啊，你往上看的是这些幅度啊。如果这个位置破了，我相信它是大概率会走到8万以上的啊。所以你的止损只有这一点，然后你看的是这些。随着它真要是反弹了，我们只需要做一个什么？把这个止损位不断的抬高，也就是移动止损，实际上是移动止盈啊。这个是也要根据实时的行情，无论是波动还是趋势线、支撑线、斐波那契延展、扩展、斐波那契回撤去调整我们的移动止损位，这是一个应对策略，做多。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这一线上升通道上沿64600这一线破位，我们就上方开止损，然后追一个空单。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固定范围的成交量密集区这个柱子可以很明显啊，这边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边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一次、两次、三次，包括这一个位置突破之前的话，这是最密集的，所以说这个能量柱也是最长的啊。所以说
这个位置一旦破位了，就会大概率往下掉下来。先前这个位置就是好像是破了又没破，然后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怎么样定义它是破位了还是支撑住了，实际上没有必要定义啊，这个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什么意思？你管它呢，开止损，你认为这个地方破位了，你就开止损开空就好了，它给了你就吃，它要没给止损短止损离开就离开了，等下一个进场点位，下次机会，这个才是交易啊，而不是一味的用各式各样的分析方法去断言它一定会如何，我猜中命中的概率有多高，如何如何，没用啊！你要是以这种心态，那就是赌博。时间长了，因为你的资金比重是不一样的啊，很难把资金比重一直控制得很好得当。这种情况下，只要你输一次大的，那一夜你就回到解放前啊。所以说，一定要原则交易，标准化的交易。我所谓的原则标准化交易，就是同样的资金比重，保持你的盈亏比，亏的时候少，赚的时候尽量多一些。这样的话，长此以往，循环往复下去，你整体就是斜上45度角盈利下去的啊。因为你赚亏五五开的情况下，亏的时候少，赚的时候多，那你必然就账户是向上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随着你 K 线分析以及临场应对资本市场的能力不断的提高，你的胜率也会逐渐越来越高的。你像这一区间，它整整多长时间？已经过了2个月了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震荡，但是你的杠杆如果控制的不好，资金比重控制的不好，就这一点波动你就死了啊！死好几回，死8个来回了，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波动啊！它这个地方就是磨人磨时间，所以说还是要怎么样理性的控制风险，然后随着这个市场去走。无序的市场，我们有序的规范的建立我们的交易策略原则。那好，行情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儿，然后我们说一说这个智商的交锋，情商的对决啊。我这小侄儿太聪明了，既然小学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挺欣慰啊。行情分析的交锋也是情绪控制的对决啊。我觉得这么讲可能更贴切于我们的资本市场交易逻辑啊。智商的交锋那就是什么？耍嘴皮子，或者是玩技术分析，各种各样的市场分析，看谁分析的好，命中率高，胜率高，可能是这一方面啊。情商的对决是什么？不论对错，关注市场情绪、大众情绪以及个人交易的情绪，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什么？你的账户实际上跟资本市场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买一卖之间会有差价，这个差价是正数还是负数，全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啊。你通过所谓外界的信息、消息、情绪影响到你自己的心理、脑子，看起来是理论分析过后理性的抉择、行为动作，但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你一厢情愿，你的情绪化的交易、情绪化的决定动作啊。其实是给你一个感性找了一个所谓理性的外衣而已啊。那什么叫行情分析的交锋？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分析方法，无论是数据分析还是 K 线分析，还是消息面的分析等等，信息不对称的都可以啊。这个是各有所长，各自都有各自的喜好偏好都有，但更重要的是，还是我们在讲的情绪控制的对决。说白了，
比特币市场也好，原油期货、股票等等，黄金都一样啊。市场情绪无论怎么折腾，只要你保持你的健康现金流，只要你保持好你的整体持仓投资组合的配置百分比，这样的话你的风控是此消彼长的啊。东方不亮西方亮，一定是有赔有赚。整体来说，整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就是长期上扬的。你可以看 K 线 A 股除外啊。所以我说什么，按照原则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追涨杀跌，不要跟着大众情绪市场情绪跑。他赚钱了，整个市场热了，你杀进去，整个市场不好了，你又退出来，完全就是被猴耍的对象啊，完全是被猴耍的对象。所以我们不要这样，不管市场怎么折腾，存在即合理，大部分它是亏钱的，只有少部分怎么样，经受长期市场的折磨，克制人性啊。追涨杀跌是人性本能，贪婪欲望也是人性本能，你亏了就想迅速捞本也是本能。你赚多了，你觉得你行了，天晴了雨停了，你觉得你可以出师了，这都是骄傲自满，都是人性本能哦。实际上就是幸运而已，就包括 K 线分析方法也一样，不是哪个 K 线分析方法多优多劣，没有啊，只是这里头艾瑞特波动相对来说它的预见性更强一些，然后你能预判，你能做动作的这个进场时机可以更好的选择。比如说这边 WXY 结束了吗？有可能结束，也有可能没结束，这不是两头赌啊。如果说它结束了，那就是向上，所以你短止损可以做多。如果它要是没结束，这边是旗形，那好，打到这儿你完全可以止损开空，也是可以的啊，这都属于波动理论的范畴。但你如果不是按波动理论去推演的话，你这个地方只有支撑或者是趋势，长期上升通道，还有斜下方的这个下降的盘整，类似旗形的这么一种。然后成交量呢，它始终是缩量的啊，整体缩量是非常好的啊，它没有放太大的量，证明这个可能大概率不是顶部跟底部都有明显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就是放量，然后价格是上窜下跳，价格的上窜下跳倒是符合，但是这个成交量还是不够啊，所以我怀疑要么它调整以后继续来一个大的向上的上涨，或者是先涨然后再跌下来，这两种可能性是比较大概率出现的后市啊。所以说关键还是你的一买一卖，你的情绪管理。所以今天很欣慰，我这13岁的小侄儿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挺开心的啊！被他教育了也非常开心，然后也祝大家能交易顺利，也有得到一些启发。那好，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时间也不早了，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